布满灰尘的鱼龙被渔民从海底拖了上来，如同在海底沉睡了1000年的棺材。掉下来的尘土形成了一个长长的尾巴，海底竟然躺着7、8个这样的笼子。就是这个不起眼的物体，却是捕捉海底鱼类的工具。男人口含一条导气软管就开始潜下水，差点忘记了船上的大胶桶。别小看这个大胶桶，等一下就能发挥它的作用。目测这海域的深度大约20-30米，这里的资源非常丰富。海底的鱼龙被闲置了1年，今天小哥终于有时间过来收回鱼龙。随着小哥不断的下沉，隐约看到了鱼龙的身影。第一个鱼龙被小哥锁定了，通过小哥的手势就知道他要将这个鱼龙拉上水面，将手上的绳子绑在笼子的铁架，随后将绳子的末端绑在胶桶的手柄，将导气软管插入桶内，空气会将桶里面的水排出来，从而利用桶里的空气浮力将笼子拖上水面。随着桶里面的空气不断的增加，笼子也开始慢慢的浮起来。被搁置了1年的笼子早已经布满了飞尘，网格也长满了海藻和青苔。笼子慢慢的浮起来，陈年已久的灰尘也开始掉落下来，利用空气浮力大大的节约了体力。笼子里面的灰尘如同瀑布一样倾泻而下，随着笼子缓慢的上升，笼子上面的灰尘掉落下来，形成长长的尾巴。小哥也开始浮上水面，靠着一根导气软管为他保驾护航。此时的桶也浮上了水面，布满灰尘的鱼龙被小哥拖了上船。这是第一个笼子，海底下面还有6个笼子。随后小哥继续潜下水，找到了第2个笼子所在的位置。在海底沉睡了1年的笼子早已经布满了灰尘和青苔，从网格向里面看不到任何鱼。小哥开始将绳子系在笼子的框架上，同样将绳子绑扎在桶的把手，随后将导气软管插入桶口内。随着桶里面空气不断的增加，笼子也开始慢慢的向上浮，陈年已久的灰尘也开始慢慢的往下掉。小哥用手不断的摇晃笼子，将笼子里面的灰尘摇下来。这一场景如同1000年的棺材从海底浮上水面。被拖上船的第2个笼子侧边竟然破了一个洞，小哥沉下水准备将第3个笼子拖上来。从笼子的网格并没有发现任何鱼，附近的笼子却引起了小哥的注意。从网格向里面看，却发现了不少的鱼。小哥打算将后面的笼子先搞上船。这个笼子是第3个被搞上船的，下面还有4个笼子。第3个笼子被小哥拖上了船，随后第4个被锁定为刚才有鱼的笼子，里面的鱼还可以成为小哥口里的美食。同样是将桶里灌上气体，利用空气的浮力将笼子浮上水面。笼子里面因为有鱼，并没有沉积太多的尘土。这是小哥今天收上来的第4个笼子，将里面的鱼全部倒到甲板上，里面竟然装了不少的石头。为了将里面的鱼全部倒出来，小哥也用了不少力气，可见这个笼子确实重。虽然倒出来的鱼并不多，也够小哥吃上好几顿。对于稀缺的鹦鹉鱼，小哥都会一一把它放回大海，因为待得太久了，很多鱼都失去了活力，剩下的只有寥寥几条。开船回到岸上，将收回来的笼子放到岸边清洗后晾晒。第2天整理过的笼子重新放回海底。小哥向里面放上诱饵，放上诱饵的笼子被小哥扔到海里。此时的笼子比之前干净多了，而且每个笼子上面还加了一根木棍，方便搬运。将船上的4个笼子全部放入大海。第2天，小哥重新来到大海，找到了笼子所在的位置。清澈的海水可以看清海底的一切事物，寻找笼子也比较方便。小哥为了查看笼子是否有渔获，直接沉下水靠近查看。从网格看到一条黑不溜秋的海鳗，被惊吓到的海鳗也开始找洞钻。绳子的上端绑着鱼线，鱼线的末端绑着瓶子，方便寻找。为了将笼子收回来，叫上了弟弟。第1个笼子成功的被拖上船，将笼子里面的鱼倒进船舱。第2个笼子也开始被小哥拖上来。为了防止鱼线断掉，只能缓慢地将其拖上水面。拖上水面也消耗了小哥不少的力气，最终还是被小哥抓住了笼子的手把。笼子的框架都是用铁做成的，笼子的重量也有30斤以上。解开笼子的出口，里面的鱼寥寥无几，不过也收获到了1条石斑鱼。收回了2个笼子，继续向海里收回第3个笼子，将标记的浮漂拿上船，顺着绳索将笼提了上来。解开绳子，将1条小虎鲨拿了出来，把它放回大海。小虎鲨重新获得了自由。这一笼子全部都是小鱼，太小的都会被小哥放掉。还有1条海鳗也一同收了上来。菲律宾当地渔民对稀缺的鱼类都会进行放生，海鳗也在自己的努力下回归了大海。
第4个鱼笼也被小哥找到了，拖着沉重的笼子向船只靠近。最后一个笼子确实没让小哥失望，这一笼子的鱼比之前3个笼子加起来的鱼还要多。将所有的鱼倒入船舱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